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实业大学孟丽芬。从这次课开始，我们将一起来学习构造地质学课程中的大地构造部分，共同领略地壳演化的奥秘。对于大地构造学的概念，不同学者都做过相应的定义，其本质内涵类似，即大地构造学是研究大陆、洋盆、山脉、地震带及其他地表大尺度构造的形成、演化过程及其地球内部驱动力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的领域包括造山带的起源、大陆的生长、洋地的构成、沉积盆地的演化、地震、火山的成因等。大地构造学及构造地质学理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了飞速发展。大地构造学的板块构造学说为研究现今影响着地壳及地幔绝大部分大尺度的运动变形过程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那板块构造学说是如何出现的呢？那就需要了解一下现代大地构造学的发展历史，从大陆漂移到板块构造学说。20世纪前期以前，大地构造学研究者主要研究陆地上的岩石和沉积物，对洋地所知极少，并且绝大多数不承认地壳岩石圈有过大规模的水平运动。其运动方式主要是垂向为主，认为地质历史中洋陆面貌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内史后的大地构造学说理论以固定论占主导，特别是地槽学说的出现，统治了大地构造学界上百年，被欧美地质学家普遍接受，并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和发展。在地槽学说广为传播的过程中，也始终受到一些困扰。例如，按照现实主义原理将今论古原则，过去的地质环境应有现代的相似物，但始终没有找到大家能够信服的证明。再者，无法满意地解释地槽形成及其随后变形的原因，因此后人指出地槽造山理论，却无法说明山脉是如何形成的。在地槽学说流行期间，大地构造学出现了一些活动论的思想，其中以魏格纳于1912年提出的大陆漂移学说为代表。在1910年的某一天，魏格纳家的目光落在了墙上的世界地图上，意外地发现大西洋两岸海岸线惊人的一致。其实，还在魏格纳之前，已有多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但深入研究大西洋两岸古生物、地质学、古气候学等资料的吻合性的，魏格纳是第一人。魏格纳恢复了晚石炭事实的泛大陆及联合大陆，其周围为泛大洋所包围。中生代以来，泛大陆发生分裂，开始形成大西洋和印度洋。分裂后的各个陆块逐渐漂移到现在的位置。魏格纳的学说不仅解释了大西洋两岸海岸线的吻合性，而且更好地解释了煤田、冰川沉积、古生物区系和古植物区系的分布。魏格纳学说动摇了固定论的基础，既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兴趣，但也遭到了许多人的怀疑和反对。魏格纳学说遭到攻击的关键是关于大陆漂移的驱动机制。魏格纳的主张是地球自转相关的两种力，即极移力和潮汐牵引力。这两种力的作用使大陆从高纬度向赤道方向移动，并向西漂移。
这成为英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 Jeffreys 攻击的焦点。他通过定量计算表明，这两种力要比推动大陆漂移所需要的力小好几个数量级，不足以推动大陆在归美层上运动，因此断言大陆漂移是不可能的。随着魏格纳不幸于1930年在格陵兰考察的时候遇难，大陆漂移作为一种可行的模式，在北美和大部分欧洲可以说逐渐销声匿迹。直到古地磁学、海洋学等学科的发展，才使得大陆漂移学说获得了新生。古地磁学研究认为，把不同时代的磁极位置标注在地图上，各时代的古地磁极连接起来，得到古地磁极的迁移轨迹。如果所有的大陆相应位置保持不变，那么全球就只有一条极移轨迹。不同大陆具有不同的极移轨迹，表明了它们相互间发生过相对的位移。海洋学的发展主要是赫斯1946年用声呐对海底做了不间断的观测，记录到一连串的圆形海底山、水下平顶山，它们从平坦的海底上拔地而起，高逾数千米，四周壁立而顶部平坦。赫斯对其形成过程做了长时间的思索，直到他提出海底扩张假说，以地幔对流机制来解释海底地形时，才给出了一个满意的解释。他在1962年发表《洋棚的历史》，对1930年代以来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的成果，以及有关大陆漂移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总结，以地幔对流机制来解释海底地形、地质特征及其演化。其强调地幔物质从洋中级裂谷处上升，形成新海底，在对流体的下降翼又返回深部。海底扩张假说的建立，由瓦因、马修斯、莫雷等基于海底岩石磁化方向正反交替，并且有洋中极轴部向外推移，平行于洋极顶峰延伸，得到证实，表明一场地球革命已经开始。随后，在威尔逊、麦肯齐及帕克、摩根、勒皮熊、艾萨克斯等人的贡献下，1968年底，整个北美和英国的地球物理界和海洋地质界都转向了新地球观。尽管当时这一新地球观对陆地地质学的应用还不清楚，但地质学家迅速看出海底扩张和板块构造对大陆地质的意义，并且板块构造作用不仅可用于现代构造活动研究，而且适用于古代大陆的地质。因此，大陆保存的历史记录也被综合了进来。例如，认为舌绿岩是洋壳和地幔的碎块，有些形成于扩张中心，板块的汇聚和陆块的碰撞产生造山构造，浅水沉积与深水沉积构造并置，以及在火山湖和造山带产生岩浆岩和变质岩。通过研究，很快发现大陆漂移不是地球历史短暂的一幕，而是连续的过程。魏格纳的联合大陆是由早先分散的陆块拼合起来的。魏格纳的假说只是一个长句的最后一幕，把地质学研究分割成不同领域的障壁终于被打开了。板块构造理论成为地质学各领域新的规范。板块构造理论在其影响与完美程度上，可同原子理论、进化论、量子力学、相对论相媲美。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谢谢。